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任我行天下。上期视频我们去了有天堂美景的南法蔚蓝海岸，今天咱们就去探一下同样在南法、同样美的新最蔚蓝海岸旁边的普罗旺斯。普罗旺斯在法国东南部，和蔚蓝海岸一样，都属于法国的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蔚蓝海岸大区。提到普罗旺斯，大家可能马上想到的就是薰衣草。其实除了薰衣草，普罗旺斯的风景、历史和文艺都是不能错过的。我们就先从普罗旺斯的重镇阿维尼翁讲起吧。别看阿维尼翁现在在法国排不上名次，当年可是中世纪整个欧洲的宗教中心。600年前，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争霸的时候，从14世纪初到15世纪初，天主教廷就在阿维尼翁，不在梵蒂冈。所以阿维尼翁有个最著名的景点，就是教皇宫，一座巨大的哥特式建筑，一共有9位教皇在这里住过，是阿维尼翁必去的景点。教皇宫的屋顶可以上去的，站在上面可以看不错的风景。在阿维尼翁要打卡的景点还有一座著名的断桥——圣贝内泽桥。这座桥有900年左右的历史了，当年是个很拉风的拱桥，横跨罗讷河，连接阿维尼翁和左岸的阿维尼翁新城。后来在17世纪的时候被洪水冲断了，也没人修，就留着这4个桥拱，成了个网红打卡拍照的地方了。另外，站在断桥上可以回望拍教皇宫，角度极佳。想看阿维尼翁和罗讷河的全景，可以去教皇宫北边一点的岩石公园。公园本身没什么花头，但是有个挺好的观景台，看断桥和罗讷河很好的地方。剩下的时间您可以就在老城随便逛逛，也可以绕着老城墙走一段。这个城墙600多年的历史，一整圈4.3公里围着老城，保存得非常好。虽然不能上去，走走看看也高兴。以阿维尼翁为据点，可以探索好几个附近的普罗旺斯小城。往东走的这条线，从阿维尼翁开20公里左右，就进了吕贝龙山区。最先到的是世外桃源泉水小镇，又叫碧泉村。这里有一汪泉水，叫瓦克吕兹泉，是法国最大的泉。到现在，科学家也没完全搞清楚这里的水是从哪里来的，就知道肯定是附近山里的雪融水和地下水。迷人的蓝绿色的泉水汇成个小河，清澈见底，傍着岸边的青山欢快地流着。就算在最热的盛夏，泉水也清凉干冽。有时间的话，可以花20分钟顺着小河逆流而上，去看源头的那个泉眼。一路风景清爽宜人，很舒服。从泉水小镇再往东开20分钟，是石头城戈尔德。这个中世纪小镇建在一个小山顶上，因为房子都是用石头砌的，远看整个村子就像从石头山上长出来的一片空中楼阁，所以叫石头城，又叫天空之城。进城之前，先要去那个观景台好好看看景，拍拍照，然后进城逛一下，感受一下这个经典的中世纪普罗旺斯小镇。从石头城接着往东15分钟车程，就是红土城鲁西永。这里和石头城的灰色调完全不同，是一片赭红，因为这里的房子用的是当地的红土和红色岩石。这个小镇主要是看外景，有2个观景台一定要去。一个是看红色岩石的，还有一个是看红土城全景的。如果有时间，可以进城逛逛，看看各种小红房子、红街道，还可以走一下那个步道，深度探索一下赭石公园。除了这条东线，在阿维尼翁附近还有几个小城也是很好玩的。这几个小镇有个共同点，可以说都是朝圣梵高的地方。第一个是阿尔勒，也叫亚尔。当年梵高彻底疯掉之前，在阿尔勒住过1年半，输出了很多名作，包括那几幅向日葵、夜间的露天咖啡馆等等。这里和梵高有关的景点很多，第一必打卡的是梵高咖啡馆，就是那幅夜晚的咖啡馆里的咖啡馆。不过现在关门了，只能拍外景。还有老阿尔勒医院，现在叫梵高中心。1888年，梵高和高更打了一架之后，割掉自己耳朵，就是住的这个医院。后来，梵高还画了几幅这个医院的画。
可惜梵高在阿尔勒的故居黄房子已经被毁了，现在原址附近有人立了个不大的牌子，上面就是他的那幅名画《黄房子》。除了梵高元素之外，其实阿尔勒还是个历史重镇，罗马时期就是罗马人侵略高卢的据点，所以这里有个罗马竞技场，能容纳2万人，保存的不错，喜欢古迹的同学们一定要去看看。阿尔勒东北方向25公里左右的圣雷米，也是朝圣梵高必去的地方。梵高是在1889年5月从阿尔勒搬进了圣雷米的精神病院，那幅名作《星夜》就是在圣雷米画的。那个必打卡的圣雷米精神疗养院在镇中心南边2公里左右，这里其实是个修道院，梵高去的时候已经被改成了个精神病院。除了参观修道院，瞻仰一下梵高当年的房间以外，如果是夏天去，还可以欣赏一下修道院后面的薰衣草田。另外走几步到马路对面，还有个2000多年的古罗马凯旋门遗址，也值得看一下。说到古罗马遗址，阿维尼翁西边20公里的加尔水道桥也是个必去的好地方。我们那个西班牙马德里1日游的视频里介绍过塞戈维亚的罗马水渠，已经很震撼了。这个加尔水道桥和塞戈维亚的水渠一样，也是2000多年前的古董，但是更高更震撼。这座水道桥横跨加尔东河，有3层桥拱，其实就是个拱桥，上面又立了个2层拱的水渠，所以特别高，特别显眼。您可以在桥上走一下，看看河景，敬仰一下当年的基建狂魔罗马人。最后，咱们聊聊来普罗旺斯一定要打卡的薰衣草田吧。要看薰衣草，一定要夏天来，每年6月中到8月中是最佳季节。上次蔚蓝海岸视频里提到的瓦伦索勒是看薰衣草的首选。这里的薰衣草田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，很上相。最好看的薰衣草都在第6和第8两条公路边上，比如这个经典的波浪起伏花田，就在第6公路边的一家农场里。还有这个一大片花田，远山背景，中间一个孤零零的小房子，是在第8公路和第953交界的地方。如果你错过了瓦伦索勒的薰衣草花期，可以去一个叫索村的小镇。这里的薰衣草是另一种窄叶薰衣草，而且地理位置更北，海拔更高，所以花期晚，从7月中开到8月中。在索村可以拍到以索村小镇为背景的薰衣草照片，也很美的。而且因为索村地势高，从村里居高临下看紫色的薰衣草田，又是另外一种震撼。其实前面提到过的石头城北边4公里左右，有个塞南克修道院，旁边也有个很上相的薰衣草田。没时间去瓦伦索勒或者索村，也可以来这里，以修道院为背景，也很出片。如果是自驾去瓦伦索勒，看完了美美的薰衣草田，还可以去一下附近的陶瓷小镇，又叫圣玛丽城和圣十字湖。这个陶瓷小镇据说是法国最美的小镇之一，主要就是镇子里逛逛，看看陶艺作坊，还有爬上山去看看那个圣母教堂，一路风景不错。陶瓷小镇还有一个宝贝，是个挂在山谷上的铁星星，据说换了很多次了，但确实从1000年前就开始挂在这里了。至于为什么有这么个东西，有很多传说。有人说是十字军东征回来的一个骑士致敬圣母的，还有说是敌对家族的恋人自杀殉情之后大家挂的纪念星星，反正挺神秘的。圣十字湖咱们在上次蔚蓝海岸的视频里提到过，水质清澈，非常好看，游泳划船也都好玩。从这里还可以去玩旁边的凡尔登峡谷，是个徒步的好地方。圣十字湖从陶瓷小镇的山上就可以看见，不过最好的观景点在陶瓷小镇南边的一个观景台，视野绝佳。普罗旺斯其实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，比如精致的罗马古城尼姆和奥朗日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探索一下，也不错的。另外，法国第2大城马赛会在下期视频介绍。最后总结一下攻略：普罗旺斯在南法，所以一年4季去玩都不错。当然要看薰衣草，就一定要夏天6月中到8月中去，不过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人会比较多。行程上
至少3到4天，阿维尼翁要1天，东边的小城们1天，南边梵高之旅也要1天。如果去瓦伦索勒和陶瓷小镇，至少要再加1天。如果想玩的轻松文艺，再加个1、2天一点不多。这还没有算马赛。去普罗旺斯可以飞到马赛，然后坐火车或者租车自驾到阿维尼翁，或者从其他法国城市坐火车到阿维尼翁，然后自驾去各个小城最方便。不想开车的就参团1日游好了。南法的食物都很好吃，普罗旺斯有特色的是一道号称世界3大名汤之一的马赛鱼汤，至少5、6种杂鱼，还有橄榄油、洋葱、番茄、大蒜、西芹、土豆等等，和藏红花还有其他各种香料一通乱炖。不过名气大归大，味道好不好就要看个人的喜好了。普罗旺斯的炖菜也很有名，也是茄子、番茄、甜椒、西葫芦和洋葱，加橄榄油和普罗旺斯香草一锅炖成的。法国的粉红葡萄酒大部分都是在普罗旺斯产的，所以吃乱炖的时候加配1杯粉红酒，才不枉来一次普罗旺斯。住宿的话，住在阿维尼翁最方便，从这个据点到周边小城都没多远。时间多的同学可以找个小城民宿，过过慢生活。好了，美丽的南法普罗旺斯，今天就分享到这了，希望您可以成行，亲自去看看。多谢观看，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